很多中国人以为，在美国的房子是永久产权，比中国70年产权的房子更安全。真正住久了以后，你会突然发现，美国的房子更像是一种终身收费。你以为房贷还完了，房子就彻底属于你了吗？其实并不是。在加州，拿一套10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举例，房产税通常平均大约1.1%到1.3%，一年大概1.1万美元到1.3万美元。房屋保险一年大概是1500美元到4000美元。在加州部分火灾高风险的区域，甚至会更高。HOA 物业费大约是200到800美元一个月，一年大概是2400美元到9600美元。日常的维护维修、屋顶、地基、空调、管道、草坪、外墙等等，常用估算房价的1%左右，一年大概是8000到12000美元。合计下来，保守的一年最低大约23000美元，常见的范围大约25000美元到35000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没有房贷，光是持有成本，很多家庭每年也要持续支付2-3万美元起步。重点是这些钱不是只交30年，而是你活着，房子还在，基本就得一直交。哪怕贷款已经还清了，税还在，保险还在，维修还在，HOA 也还在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买完房子就结束了，而是签下了一张几十年不断付款的长期账单。很多华人第一次知道美国房产税以后，都特别的震惊。原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居住，也会有一种永远没交完的钱的感觉。时间久了，甚至你会发现，房子名义上是属于你的，但是只要你持续交不起税费和各种的费用，这套房子依然可能保不住。更现实的是，美国人自己其实很少把房子长期居住几十年，很多人都是先贷款上车，住几年，然后等房价上涨了之后再卖掉，再继续贷款买下一套房子。甚至很多投资者会利用1031 exchange 不断的递延税务，不停的换房子滚资产。所以美国房地产真正的底层逻辑，根本不是买下一套房子从此安稳一辈子，而是只要现金流不断，这个游戏就能继续。一旦收入断档，哪怕只是一套100万美元左右的普通房子，也可能瞬间压力爆炸。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在美国长期生活下去的，从来不是你买不买得起房子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让现金流一直不断。那有人说，不买房那就租房吧。你以为租房更轻松吗？现实是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持续付费。你以为不买房子等于没有压力，但是真正的生活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在美国租房子压力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。在加州，不同城市和房型差别很大。普通的预计式公寓平均大约2000到2800美元一个月，两居室公寓的租金大约2800到3800一个月，独栋别墅的租金大约是3500到6000美元一个月。像热门的城市，呈现尔湾、洛杉矶优质学区，很多独栋别墅可以直接到5000到8000美元一个月，甚至
最高1万美元以上一个月的租金。表面上看，租房子好像更加的灵活，但问题是，你每个月付出去的钱是纯支出，不会积累资产，不会随着时间增值，不会变成你的财富。而买房虽然有成本，但至少你在参与一个现实，房子可能会升值，贷款在被通胀稀释，资产在慢慢积累。最现实的一点是，租房的钱本质上就是持续支付给房东的现金流，替房东还他的房贷。你每个月准时交租，但是10年和20年以后，你依然没有任何的资产留在手里。所以，在美国，真正的区别不是买房贵不贵，租房子轻不轻松，而是你是在用现金流换资产，还是用现金流换居住权。很多人到最后才慢慢的意识到，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，其实都是长期成本结构的不同。真正决定你生活状态的，从来不是你住在哪里，而是你的钱最后有没有留下痕迹。你每个月交出去的每一笔租金，只是换来这30天的居住权。时间一到，就要重新开始，下个月要继续付租金，1年后还是继续付租金，10年后还是一样付租金。最现实的一点是，租金不是静止的，它是跟着市场走的。房价涨的时候，租金通常也在涨。你没有锁定成本的能力，只能被动接受变化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租房最大的隐性成本不是钱，而是时间。你付了很多年租金，但你的生活轨迹里面没有任何一部分在帮你积累未来。所以，在美国租房真正的本质不是便宜或自由，而是你用持续现金流换了一种完全不留痕迹的生活方式。那有人又说了，很多有钱人不是也在租房吗？有些地方看起来冲突，但是要情况而异。普通家庭中产买房等于稳定加抗通胀，加上强制储蓄和安全感。租房等于灵活，但是长期缺少资产积累。高净值人群，投资型的，他们不是买不起房子，而是把钱放在股票、基金、商业地产、现金流资产。他们租房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，不是财务限制。核心不是租房更好，而是钱的使用效率不同。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掌握利益最大化。我们这段视频是分享美国生活里的真实细节、认知差和生存规则，房产知识，句句干货，没有滤镜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真实的生活信息，欢迎点赞和订阅，感谢支持。